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洛特，这里是小李碎碎念。今天咱们改一改调性，讲一个曾经在国内特别火爆的平行宇宙穿越故事——潘博文事件。首先说明一下，这个故事充满离奇和惊悚。如果您身边没有家人陪伴的话，请准备好果盘和饮料，独自观看。这个故事的叙述者是以自己的经历进行讲述，作者是一个名为潘博文的高中生的同学。他是天津塘沽人，现在在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，过着995的生活。什么是995呢？就是每周工作5天，每天12个小时。事件发生在2013年4月25日周四。他说：“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，以及我的那位同学潘博文。”作者在天津一所很有名的高中读高3。天津的高考竞争压力并不是很大，虽然是高3，但是大家并没有感觉很紧张的样子。那天距离高考还有43天，事情发生在上午的最后一节课——体育课。他们学校的体育课比较特殊，是那种走班制的，就是你可以自己选择体育课的内容，比如说瑜伽、篮球、武术啊之类都可以选择。就是因为学生去找老师嘛，所以他选择的课程里面就会遇到其他班的同学。他当时选的是羽毛球课，这个兄弟性格很好，他和老师同学们的关系都很不错。因为临近高考的原因，有的同学就会利用体育课的时间回到班级复习功课。体育老师一般都是比较理解的，所以老师跟他们说了一些鼓励的话，录了一段高考加油的视频，然后就自由活动了。就是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你如果愿意上体育课呢，放松一下就可以上。如果不愿意上，就可以回到班级复习功课。有很多女生就选择回到班级复习功课。作者呢，他就想放松放松，虽然是高3，但是忙里偷闲嘛，想娱乐一下。他就和他的同班同学小温一起打羽毛球。他回忆说，如果能回到当时那一天，我一定会抽自己一个嘴巴，然后回到自习室去复习。他们一开始是在太阳底下打球，没打一小会儿就觉得特别的闷热，晕晕乎乎的。他们就沿着宿舍楼往前走，去找阴凉的地方。这里说明一下，自从那个学校全面走读之后，这个宿舍楼它就荒废了，就是已经没有人在住了。他们就发现，这个宿舍楼的阴凉地方还挺大，而且还挺凉快的，咱们就在这儿玩吧。他们到那儿就发现，原来不是只有他们找到了这个阴凉的地方，还有一个他认识的人，那就是潘博文。他和潘博文并不是高中的同班同学，而是初中时候的同班同学。而且他和潘博文在初中的时候关系很好，又同时都是英语课代表。当时潘博文正在和自己的同班同学 L 君在打球。到现在，这个故事的4个主角全部登场了：作者、潘博文、小温、L 君。作者见到潘博文之后就挺开心，因为高中的时候他们不是一个班，不常见到。因为挺久不见，就聊了几句，然后继续按照原来的组队开始打球。就是他和小温打，潘博文和 L 君打。然后小温嫌他手劲儿太大，打了一会儿之后，他们就交换了组队，换成了他和潘博文打， L 君和小温打。然后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发生了。潘博文一个球发力过度，一下就把这个球打进了宿舍楼1楼的一个换气窗里面。而这个换气窗通往宿舍楼1楼的地下室。作者就回忆说，这个球是尤尼克斯的，还挺贵，一个球顶一个中午饭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找回来吧。然后他就做了想抽自己第2个嘴巴的决定，去捡球。因为球是顺着换气窗掉进地下室里的，而地下室又没有多余的窗户，通常通往宿舍楼的大门是锁住的，因为没有人住嘛。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就想去试一试，就走到宿舍楼的地下室门口一推，门没锁。但是这个门推开的一瞬间，就有一股凉风从昏暗的地下室里吹出来，伴随着一种腐败发霉的味道，而且里面十分的安静，和外面喧闹燥热的操场对比，差别十分的明显。潘博文就说，既然球是我打进去的，你们就在门口等我吧，我去捡球。作者就说，别了，里面黑了吧唧的，要不咱们一起去吧。潘博文的同班同学 L 君在后面也跟着进去了，说我也去。这样他们就把小温留在了外面，3个人一起进入了地下室。他们一进去就感觉里面阴森森，适应了地下室的光线之后，感觉里面并不是特别的黑，因为当天是一个大晴天，光线或多或少的能够照进来一些。他们进来之后，首先看见的是一堵墙，墙上写着宿舍的规定，落款是2003年。往左边走是1楼的宿舍，都是落满了土的老旧木门，虚掩着。走廊的尽头是一间洗漱间，里面弥漫着氨水的味道。他们要去的楼梯间在一个阴暗的角落，楼梯上堆满了横七竖八的老旧的课桌椅。再往前走就越来越暗，作者看着就有点发怵，说要不咱们就别捡了。但是这个 L 君说，咱们来都来了，继续往前走吧。
因为他比较瘦，所以手一撑桌子，就从这一堆障碍物上翻了过去。作者就跟着绕了过去，然后拽着潘博文的手，让他也绕了过来。3个人就沿着没有护栏的水泥楼梯往下走。因为障碍物很多，他们费了15分钟才走到地下室1层这一层。作者看到地下1层还有继续往下走的路，但是被几个锁头锁住了，所以作者就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所在的这一层，地下1层。他发现前面是一个开阔的大厅，大厅的尽头是一扇门，连接着一个走廊。走廊的尽头有亮光，他们就分析，这有可能就是球掉进来的那个通风口吗？他们正准备往前走，突然潘博文说：“哎，我钥匙哪儿去了？钥匙没了。”作者就问他：“什么钥匙啊？”他就说：“我原来兜里是揣着钥匙过来的，可能是刚刚下楼梯又翻桌子掉在那边了。”简单的说，这时他们就决定分头行动。潘博文回去找钥匙，作者和 L 君继续往前走去找球。因为光线越来越暗，L 君就感到有些害怕。因为光线越来越暗 ，L 君就感觉很害怕。猫精灵。因为光线越来越暗 ，L 君就感觉很阴森，有点害怕。作者就跟他说：“你别怕，我带着手机呢。”就给 L 君看自己带的手机，电量很高，上面还有3G 的网络信号。作者安慰 L 君说：“我在学校的社团当社长，去年暑假来过学校，有门卫张博的电话，而且二姑是王队长的战友，咱们可以随时联系他们，大不了被学校记过嘛，但是安全上面肯定没有问题的。”L 君的心情总算有点平复了，2个人就继续往前面的光亮走。作者发现周围安静的吓人，感觉时间都跟着停止了。虽然一直往前走，但是总感觉光亮还是在最远的那个地方。他虽然在安慰别人，但是自己当时也吓得够呛，所以2个人不约而同的就越走越快，最后就开始跑。等离近了一点，才发现原来光亮的地方不是球掉进来的那个窗户，而是一扇门。他说他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就知道光亮在前面，得往前跑，完全不敢回头，而且完全没有方向感。他们跑得汗流浃背，但是手脚冰凉。最终他们不知道是怎么跑进了亮光里面，还没等眼睛适应光线，就连滚带爬的爬上了地下室另一个出口的楼梯。一出了地下室，就感觉周围马上变得喧闹和燥热了，2个人喘得不行。等缓过来一会儿之后，他们感觉刚才那会儿屁滚尿流的奔跑似乎过去了很久。他们发现自己是从学校后门的楼道里跑出来的，正好对着对面的一所小学。小学的学生都放学了，而且还有接孩子的家长在外面等。作者想看一下时间，发现手机已经没电关机了。他们马上就跑回自己的学校里面，发现小温早就不在操场上了，而是已经回到了自己的班级。看见他们2个，小温就埋怨他们说：“你们2个怎么去了那么久？我拿着你和 L 君的球拍自己先回来了。”作者一看，哎，潘博文的球拍呢？他的球拍还挺贵，是李宁的，可别弄丢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又发生了。小温说：“潘博文是谁？”“就是和咱们打球的10班的那个呀。”作者跟小温争执了一会儿，发现没有结果，担心潘博文到现在还没回来，怕他出事，就马上跑去10班去找他。正好就撞上了 L 君，他满脸通红，跟作者说了一堆，特别大声，激动的大叫。他说：“潘博文消失了。”作者问他：“怎么还没有回来吗？”“不是回不回来，10班所有的人都说没有听说过潘博文。”作者心里咯噔一下，路过的老师以为他们2个吵架，就过来问他们怎么了。这个老师就是10班的班主任。老师说10班不断有人说 L 君一回来就像发疯了一样，一直在找一个叫潘博文的人，可10班根本就没有这个人。是不是快考试了，压力太大？哎呀，每年都有这样的事发生，要么就是中暑了。哎，好好休息休息吧。作者当时也完全摸不着头脑，心想总归找到人才能放心，就赶紧下楼，又返回宿舍楼那里。但是他发现通往地下室的门锁得严严实实。他当时2腿一软，脑袋嗡嗡响，明明没有锁的门，怎么这一会儿就锁上了？他确定所有的事情都有点不合逻辑，绝对不是自己想多了。作者下午第1节化学课完全没有听进去，一直在想上午的事情，而且一下课他就去找了体育老师，结果在名册里面根本就没有潘博文上课的记录，而且体育老师也说完全没有听过这个人是谁。所以作者一下午都是浑浑噩噩的，课也没有听进去。
晚自习的时候，他的班主任说，10班有个同学高考压力太大了，打电话让家长把他接走了，顺道又讲了个笑话，让大家放松心情面对高考。虽然作者没有像 L 君表现的那么夸张，但是他确信自己和 L 君的想法是完全一样的。目前看来，只有他和 L 君2个人互相知道潘博文这个人的存在。因为 L 君已经被家长接回家了，所以作者急忙掏出手机想登上 QQ 和 L 君联系，才想起来手机已经没电了。但是中午在地下室的时候，手机电量还有很多，他到家第一时间就打开了很久没有打开的电脑，发现这时候 L 君已经被踢出了年级的群，原因就是他在班级群里发了100多条关于潘博文的信息，然后还有上百条 L 君对自己的单独留言。其实作者和 L 君一样都很慌张，但是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表现出来，因为他知道多着急都没有用，这样只会让别人把他当成疯子。所以作者现在说的话都是在安慰 L 君，让他先不要着急，这件事总会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这时候作者的姐姐打断了他们的聊天，说自己要用电脑，作者就拿起了手机去充电了。他把自己的手机插上充电器，然后开机。这时候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。手机开机后，按照手机软件的启动顺序，最早显示出来的是时间。他看到屏幕上的时间显示1970年1月1日11点52分。但是等手机系统完全运行起来，手机自己寻找到运营商，并且联网更新好时间之后，日期变成了2013年4月25日20点15分，也就是正常的时间。作者当时先是愣了一下，觉得可能是系统丢电过多，系统时间被还原了，就像电脑主板的电池没电一样。但是随后他就意识到，不对，没有那么简单。因为如果手机时间重置到起始日期的话，这个1970年1月1日可以理解，那11点52分是怎么回事？而且这个时间好像和上午刚从地下室里逃出来的时间高度吻合。他打开手机登录 QQ， 发现平时常用的 QQ 软件这时候提示他登录超时，需要重新验证登录。而且 QQ 进入之后也没有以前的任何聊天记录了，手机相册里面大部分的内容也都损坏了，无法查看。作者当时就觉得脑子很乱，他觉得除了潘博文这个活生生的人之外，虽然可以把别的事情都解释为巧合和情绪紧张，但是为什么巧合的事情同时出现了这么多？他马上想起来他有失踪的潘博文的 QQ， 他点进 QQ 的搜索栏，输入潘博文3个字。但是观众们没有猜错的话，那肯定是猜对了。他发现 QQ 里面根本就没有潘博文的联系方式，而且之后这部小米手机就一直无法使用陀螺仪和摄像头这个功能。他就觉得这件事10分的得有20分的不对劲，不对劲 double。 之前说过，作者和潘博文是初中同学，他就去翻了自己初中的毕业照，但是照片里面并没有潘博文，打开同学录也没有潘博文，他甚至都有印象潘博文在自己同学录的第几页，但是就是莫名其妙的消失了。他还记得潘博文在10班的学号，他就去查了10班的花名册，发现也没有潘博文，而且其他同学的学号都向前移了1位，就像是潘博文这个人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样。他晚上吃饭的时候就把自己这一天离奇的经历和家里人说了。他姐姐是天津医科大的硕士，当时就问他，你没事吧？没有发烧吧？他家里人也很着急，周末他姐就拉着他去看医生了，也没有查出作者有任何的问题，就说可能是高考压力太大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这件事虽然对作者的内心十分的震撼，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对这件事一直关注的样子，其实是一直把自己的情绪压制住，没敢表现出来。因为他知道如果一直跟别人说这件事也是无济于事，所有人的记忆里似乎都被抹除了对潘博文这个人的记忆。L 君被学校公认为情绪不稳定，连10班的班主任都找过作者，说 L 君现在心情不稳定，不要贸然的接近他。至于 L 君本人呢，他折腾到第2次模拟考试之后，也渐渐表现得正常了。因为和作者一样，他们都知道，如果什么证据都没有，无法证明自己的说辞，就只能被当做一个疯子。另外一方面，也因为马上就要高考了，所以只能强迫自己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上。作者高考是受到了影响，并没有考好，但是也算是考入了西南的一所重点大学。小温去了北京学土木。L 君因为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很大，发挥失常，考入了本地的大学天津理工。
作者说潘博文当时的学习非常好，如果按照他平时的学习成绩，考进北大清华是没有问题的。他还叙述潘博文这个人的特征肤色白皙，身材偏瘦，平时戴着眼镜。他们曾经还约好等高考完之后一起玩一款游戏。他知道潘博文喜欢听徐良的歌，是泰达队的球迷，而且2个人还一起去看过这个队的比赛。潘博文小学在新港四小，初中在塘沽二中，生日是1996年8月18日。这些作者都记得很清楚因为他们在初中的时候关系非常的好，放学之后2个人经常一起回家。他只是大概记得潘博文家的大致位置。初中毕业放暑假之后去过潘博文家1次，后来他还特意的去找过，但是没有找到还记得他的父母的大概工作单位。当时他的母亲还送过作者的姐姐一套化妆品。这些记忆都有，但是现在就完全没有证据证明它的存在。那么整个这个故事是作者发表在天涯论坛上的一个帖子，题目叫做不存在的同学。这个帖子发出来之后，就逐渐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件事，就有质疑他的声音说，作者就是为了获得关注自己杜撰出来的故事。作者就说，我也不靠这个挣钱，我为什么要编个故事出来呢？而作者发布这个帖子的时间是2018年8月18日，正好是潘博文的生日，就想在他生日这一天纪念一下这个让他意难平的经历。之后作者还公布了多年之后和 L 君的聊天记录。一开始 L 君说，别傻了，潘博文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人。但是话锋一转，他又跟作者说，你还找他干什么？这件事不会有结果的，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好好上班，结婚生子，好好过日子。你不记得当年我被当成是个疯子吗？你现在说要继续找他，还有什么意义吗？因为这个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，天津当地的学校方面也受到了影响。最后作者不知道什么原因出面辟谣了这个故事，说这个故事是因为自己患有双向情感障碍而编撰出来的。其实我们不用纠结故事的真实性，就把它当作是作者虚构出来的故事听也可以。当然如果你的猎奇兴趣很高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分析一下这个故事里面比较有意思的细节。事件发生的日期是2013年4月25日，周四，距离高考43天，记住这个43。虽然故事里面并没有具体的说每一个节点的具体时间，但是我们可以大胆的来推断一下。上午第4节课是高3年级上午的最后一节课，体育课，一般上课时间是11点10分。老师跟我们说了几句道别的话，又录了一段高考加油的视频。之后自由活动，推断此时的时间是11点20分。一开始我们在甬道上打球，没10分钟之后觉得太晒，推断是11点28分。后来潘博文把球打歪了，球掉进了宿舍的地下室，这里是11点33分。我们3个沿着没有护栏的水泥楼梯一直往下走，画了1刻钟，推断是11点50分。作者展示手机有电有信号，安慰 L 君不要害怕。随后潘博文回去拿钥匙，作者冲着光亮狂奔跑出了大楼，11点52分。最后作者的小米手机在家充电，开机的时间是1970年1月1日11点52分。我特地去查了一下，这一天也正好是周四，而且距离2013年是43年。这和前面距离高考43天，难道真的是一个巧合吗？作者最后跑出去的光亮的小门，更像是一种空间的起点。在穿越小门之前，作者的手机有电，而且有3G 的网络信号，之后就失去了方向感。在穿越小门之后，手机的指南针坏了，而且穿过小门之后，手机就没电了。那么就是说，手机在穿越小门之前是正常显示当前的时间和日期的。难道他们在地下室里真的是回到了43年之前吗？那是不是潘博文在和他们分开之后，误入了或者迷失在其他的时间或空间里面了？还是说作者和 L 君在穿过光亮的小门之后，进入了一个没有潘博文的平行宇宙里面？如果是后者的话，那他周围除了只有 L 君是和自己同一个世界的人之外，其他的人全都不是。当然整个故事如果是作者杜撰的，也完全没有什么问题，只能说整个故事写得很精彩，瑕疵也很少。毕竟双向情感障碍这个病，智商低的人是不太容易得的，因为完全不会有人跑出去证明他所讲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，他的几个朋友到底存不存在，那个手机存不存在，
所以不要太在意故事的真伪。虽然我们现在的科学能够解释的现象是很有限的，但是还是鼓励大家相信科学。平行宇宙是否存在，它也许可能不会像这样简单的方式展现出来，可能是我们作为三维世界的这种生物完全理解不了的。以上就是这期影片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对都市传说或者是其他稀奇古怪的故事感兴趣，可以关注我，或者给我留言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故事。我是李洛克，这里是小李碎碎念，我们下期再见。